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7日星期一，佛历8月上12，万象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9.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95基普，跌幅 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11.2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4.6 点，涨幅 0.35%。开盘 1305.03 点，最高 1311.23 点，最低 1302.45 点。成交量99万4200股，成交金额17亿7944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10基普，交易量96万1600股，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10基普，交易额17亿3043万6000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7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9万基普，跌幅 0.2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1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51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9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总理宋塞西潘敦荣获日本旭日大绶章。7月3日，总理宋塞西潘敦在日本驻老挝大使馆获颁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旭日大绶章。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主持了此次授勋仪式，多位贵宾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总理的家人、各位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别领导。小泉勉大使在仪式上向宋塞西潘敦总理表达了祝贺，并感谢他对巩固和加强两国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在获得旭日大绶章后，总理表示非常荣幸，并承诺将继续努力促进老挝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总理还积极邀请日本企业来老挝投资，并承诺将尽最大努力改善老挝的投资环境。2. 87岁老妇遇害案告破，凶手落网。7月5日，老挝波里坎塞省公安厅宣布，侦破了发生在北单县西蒙昆村的87岁老妇谋杀案，并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月30日，警方接到报案称西蒙昆村发生命案，87岁的死者康皮欧塞桑提被发现倒在家中卫生间，头部被黑色塑料袋套住，手脚被捆绑，家中贵重金饰被盗。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于7月3日锁定了35岁的嫌疑人松萨努克，并在北单县彭塞讷村将其逮捕。据嫌疑人供认，他与死者相识，经常出入其家。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用黑色塑料袋和胶带将老妇窒息致死，并捆绑其手脚，随后拖入卫生间，偷走了老妇口袋中的金手链。作案动机是为了偿还债务。目前，波里坎塞省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详细调查，收集证据并追回赃物，最终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处理。3. 第4届老挝大学就业招聘会成功举办。7月4日至5日，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联合广西商会，在老挝国立大学成功举办了第4届全国大学就业招聘会及企业推介会。老挝教育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湾吉蒂潘、老挝国立大学副校长玉拉希万鹏等出席。老挝国立大学副校长玉拉希万鹏表示，招聘会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了宝贵就业机会。今年共有43家企业参会，预计吸引逾15000人次。老挝孔子学院院长坎洪战塔伊指出，
随着老中合资企业对中文人才需求增加，此次活动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平台。广西商会秘书长沈航介绍，自首次举办以来，该招聘会已为超过2000名老挝学生创造就业，促进了老中经济合作。此次参会企业涵盖农业、交通等领域，提供逾1000个岗位。开幕式上，广西商会向100名贫困学生捐赠助学金。老挝教育体育部向广西商会颁发表彰状。4. 我交省海关销毁大量电子烟和电子烟叶。7月4日，我交省海关在会晒县垃圾处理厂举行了销毁非法电子烟和电子烟叶的仪式。我交省海关关长本昂潘塔伊、省财政厅官员、边境口岸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此次销毁的物品包括35箱电子烟、30箱电子烟叶。这批货物是某企业于今年2月从廊南塔省非法运入，企图经博交省转运至第三国。该批货物违反了老挝海关法。此次销毁行动旨在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进行处理。5. 乌多姆赛省销毁87台模拟秤。7月4日，老挝乌多姆赛省工贸厅销毁了87台用于销售商品给顾客的模拟秤。报告称，此次销毁行动是根据2024年8月6日关于指派工作人员开展将蒙赛县市场销售食品的模拟秤更换为数字秤的决定，以及2024年11月22日关于在蒙赛县内实施将销售食品的模拟秤更换为数字秤的通知而进行的。截至6月底，执法部门共从蒙赛县内的食品销售商处查获了87台模拟秤。此次行动旨在解决社会上对不准确称重仪器的不满，转而使用更准确、公正且符合法律法规的新型秤具。6. 幼童吞硬币幸得及时救治。7月3日，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发帖讲述了其女儿吞食硬币的惊险事件。幸运的是，硬币没有卡在气管里。尽管父母平时看护严密，但仅仅不到5分钟的疏忽就险些酿成大祸。事发后，他们立即将孩子送往马霍索医院，所幸送医及时，医生成功将硬币取出，孩子已无大碍。该家长借此事件提醒其他父母务必密切看护幼小的孩子，尤其是他们的玩具和身边的物品。同时，该家长向马霍索医院的医疗团队表达了感谢和赞扬。7. 万象查获福尔马林章鱼。7月5日，执法部门在万象市西阔达邦县塔通村查获一批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红章鱼和脆章鱼，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福尔马林是一种剧毒化学品，主要用于尸体防腐和工业用途，严禁用于食品加工和保鲜。商家为延长海产品保质期、改善外观或增加重量而违法使用福尔马林，将对消费者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食用含有福尔马林的食品，短期内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症状，长期接触或摄入则可能对肝脏、肾脏等器官造成损害，甚至有致癌风险。8. 巴色市发生火灾，一栋民房被毁。7月5日晚8点30分左右，占巴塞省巴色市彭沙湾村发生火灾。初步报告显示，火灾导致一栋民房完全被毁，但没有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原因及财产损失仍在调查收集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